大家好，我是坤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们来讲氪金啊。其实一开始不大想讲这个主题，因为之前所有的攻略呢，几乎都是和培养方向相关的，尽量把最优质的培养路径分享给大家。至于氪金与否呢，无非是一个速度，但是提升方向是固定的，这样所有同学都能使用。但最近有同学经常私信我，坤大这包要氪吗？那包要氪吗？氪什么比较好呀？那这边首先还是说，推荐大家佛系玩游戏啊，一般小氪一点，休闲一些玩也可以很开心了。但如果你对战力或者排名有追求呢，或者你非要氪金的话，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一些 CP 值最高的氪金选项帮助你在同样的氪度下可以有最高的提升。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首先是不要氪系列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氪金的积分在8300多，但是这个游戏的日礼包、周礼包，甚至机缘格的这个首次双倍呢，我都是开服到现在几乎没有碰过。除了日礼包这里每一天100机缘的这个凌晨助记时，我是推荐除了无氪玩家每天买一买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那其他这一些一直存在的正常氪金项呢，我是推荐除了大课长都是没必要去碰的 ，CP 值很低。除非比如你正好缺一点什么特别手痒，那就偶尔来一包这样子。比如你刚开服，氪金选项不多，经常在这里购买资源，后来又停氪了。那在相同的氪度下呢，很容易被后来购买高 CP 值氪金项的同学后来居上。所以这里是推荐大家尽量忍住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将 CP 值从高到低来给大家讲讲我个人最推荐氪金的地方，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个人情况酌情选择。好，那现在我们来讲讲最高 CP 值系列。首先 CP 值最高的超值卡这里，月卡、季卡同时购买的话，每天可以获得300机元，加这个2张造化图。造化图呢，也是小氪玩家获取这个造化至宝唯一的途径。然后呢是这个修行之路这里，这个东西每个周期呢是170，OK，然后到最后呢会解锁一个10连抽和中间也有各种资源啊。那月卡、季卡和修行之路加起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3卡玩家这个最低限度的氪金呢，也可以保证你有稳定的提升。好，那如果氪度再高一些呢，我推荐这个每日特惠，10天是930，每天呢会给你500天命、20机元、修为福袋、修为秘钥，还能让你在这个天命赐福里面去抽一些奖品包括这个奖励古堡然后神兽赐福也有10连抽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每日特惠涵盖的2个主动古堡，体修2个，法修2个。这2个古堡呢，技能的系数都是相当高的，OK， 而且可以让你用到退游都是终身可用的，也不会被淘汰。而且氪的这个每日特惠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就是在每10天需要重新氪一次的时候，你先将每这个单一氪金选项逐一氪一次，然后你再买上面的这个930那然后你又可以领取一次奖励 ，OK， 那相当于说你每10天可以获得11天的资源。好，那再下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境界突破礼包，这是一个成长型的礼包我们可以看到人界，它这个人界会有一次就是你每次这个资源到一定程度，就你的境界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给你10连，然后一些机缘，然后到临界呢再有一次，然后它多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多这个造化御简。那造化御简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这个灵宝阁这里宝藏这个东西，它可以助你去抽取这个红色的古堡。那目前造化御简就是灵宝阁这里获得红色古堡唯一的途径吧，属性很高。好，那这些就是固定的，长期呢和成长类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氪金项。那在保证这些之后呢，如果你还想要氪金呢，我认为 CP 值较高的就是各种限时礼包了。那我们现在来讲讲限时礼包的优先级。好，那限时礼包呢，是在你不同系统的升级过程中，可能升级到一定程度会跳出来的礼包形式它们 CP 值通常较高，但是各种限时礼包的 CP 值呢也差距很大。那也有和日礼包、周礼包差不多的比如功法。那评判限时礼包的 CP 值呢有2个标准，一个是弹出时上面显示的收益趴数比如500%呀、1000%呀，那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它的优惠程度那另一个标准呢，就是游戏内获取该种资源的难度比如一些资源在后期会变得比较容易获得所以氪这个礼包的 CP 值呢就会变得没那么高。好，那我们一个个讲。
首先呢，最推荐大家购买的这个限时礼包，就是每次在大境界提升时的境界礼包，里面有大量的修为福袋啊、修为秘药啊，还有探宝令吧，好像。那这个游戏的核心呢，就是境界的突破。每次突破境界呢，就会和别人拉开一段差距啊。那首要应该保证的就是修为类的材料，那这个境界礼包是最推的。另外，在刚飞升时呢，还有突破礼包，是帮助你提升辅修境界修为的，那这个酌情而定吧。虽然 CP 值高呢，但是是一个辅助的加成。好，那下一个推荐大家购买的限时礼包呢，就是飞升后的这个法则礼包，里面提供就是道法果呀、五行残卷啊和天地真言啊，这个是第二推荐的。在刚飞升的时候呢，购买这个礼包会帮助你最快速度的提升你的五行系统啊，并且配合法则的这个指数提升的特性啊，可以较好的拉开差距。一开始出现的很勤啊，我当时觉得道法果足够了，就氪了一次，但是之后慢慢就不出现了。现在道法果也开始不够吃了，反而开始犯贱啊，向它跳出来一下。好，那以上两个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限时礼包了。现在我们来讲讲其他的限时礼包的特点吧。好，灵宝阁这里啊，这里也是有限时礼包的。你在抽奖的过程中呢，偶尔会弹出来，基本就是给你探宝令吧。但是寻宝的礼包呢，收益是随你抽的越多，降的越低的。我这边推荐人界探宝出现的时候可以酌情购买一下，然后灵界探宝出现的时候酌情购买一下，之后再出现呢，我就不建议继续氪这个地方了，因为你获得的古宝越多呢，之后抽到你没有古宝的几率就越低。那同样的氪金下呢，之后一直氪这里对你的提升帮助就不大了。好，那现在到人物这里，首先呢是功法礼包，在升级功法的时候呢会弹出给这个功法点数啊、功法要诀这些。功法限时礼包的 CP 值呢也是不高的，不会比日礼包和周礼包里的内容多多少啊。而且功法点呢在周活动的摘星楼氪金收益也很高，所以这个礼包的 CP 值会比较低啊。然后是古堡这里，在升级古堡的时候呢也会弹出来有这个升星石礼包，给升星石和星辰这个 CP 值呢也同样一般，因为后期升星石和星辰的产出就算不氪也是不少的一个是这个每日的小 boss， 大家都应该知道打2次的，第一次呢必给升星石灵界的话是90然后还有悬赏令这里也给升星石。升星石一开始很缺但是在大后期的时候，升星石也会变成一个溢出的材料，基本都是没有古堡碎片去给它升星的情况。那然后星辰呢？星辰到了灵界之后呢，你的这个困魔镜就是塔星辰就变成了一个日常产出的材料，你每天闭关呢都可以得到这个好几百的蓝色星辰，所以购买升星石的限时礼包呢，性价比就可见一斑了。好，那我们看看还有其他什么限时礼包这个灵兽，你在抽奖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灵兽的礼包，这个我个人也是不大氪的。一个是本身的收益趴数不高，然后兽魂石呢，也就是蛋，在游戏中的这个获取途径也是很多的，比如日常的这个深渊它就有这个兽魂石还有一些市集啥的也有。那灵兽呢，在同样的战力下，强一些弱一些呢，也没有明显的差别除非对灵兽有极度的追求在小氪到中氪的阶段呢，灵兽礼包也不是很划算。好，那然后是本命法宝礼包，给这个天罡木七星石这些，我个人呢是在化神刚开后每次氪前2包在一开始比较快的冲上去对战力还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本命法宝的阶数上去后呢，同样收益会降低并且到了临界后呢，每周的8荒也可以获得大量的天罡木所以后续我就不再氪这一项了。好，那还有这个仙有路礼包吧，它仙有路礼包出的比较快经常出。那这一个呢是一个线性提升的系统，所以没有什么推荐或不推荐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适当氪2包，提升一下仙有等级，对这个仙有聚会也有一定的加成。之后就全看自己的能力，好吗？那我想想还有什么这个铝商小童，对，城镇有的时候会出这个铝商小童，大家都知道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划算的。然后特别推荐大家购买那个橘色的丹药材料，我记得是33台吧，90个可以做3颗。我是每次会保证购买那个CP 值很高这是针对修炼的材料。
好，那今天就是针对氪金项的一个分享了啊。如果有什么没提到的地方呢，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们一起讨论好吗？还是呼吁大家啊，游戏而已，理性消费，开心最重要。OK。然后看到这里仍然还在的同学呢，想在这里说说我的心里话吧。我的生活呢也有不顺心的事情，有烦闷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小频道呢，有你们隔着荧幕给我这个 company 和我聊天，给我一些支持。啊，真的给了我很多生活中正面的东西，分担了我生活中的沉重。You brighten my life。那真的很感谢你们的陪伴，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吧，我们下次见，拜拜。